场 B 站 Passion。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Podcast 节目，我们是10年光仔一站探索。耶！那我们有请第2期的来宾，论文组的张永强。耶，欢迎！大家好，我是永强，大家好。第1集我们请到的是论文组的志伟，那第2集也是我们论文组的，他就是永强嘛。和大家简单说明一下，其实他的论文题目呢是以《花样年华》为例，然后呢是探讨电影如何创造流行文化。然后呢，我们当然很好奇啊，你是不是因为你香港人，所以你又挑了一部港片来做你的论文呢？是吗？这是其中一个有关系的点，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想透过电影研究流行文化，然后我就选了几部片，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还没找到指导老师，我就先找到我的参考书，说是流行体系，然后我就问小齐老师我要选哪个电影，他就说花样年华可能比较多人会研究，你的论文就比较难写，但因为你是香港人，如果他有问我之后又怎么发展，我说如果我继续回香港念书的话，他说写香港的电影可能会比较好这样。但那你怎么会想要挑服饰啊？对啊，因为我自己其实很喜欢电影，但我也对其他的艺术也很喜欢，没有特别的喜欢这样。那我就想过在念完这个学士之后，就回香港继续念服饰的学士这样的。从大一认识你到现在，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还没有很就是清楚自己的方向嘛，那就很想知道为什么你到后面会选择就是比较偏美术设计这方面。你是以前高中的时候有学习相关的课程吗？我高中的时候就因为我不太喜欢上课，然后就很皮，所以我就放学之后又或者上课我就不在教室的时候就被老师捉去那个美术的房间画画这样。我就那边每天画画，然后可能弹弹吉他这样度过了一天，就不上课。所以坏学生都会被抓去小房间去画画。对，很酷哎，你学校对，不是去罚站之类的吗？啊，我以前都是被叫去罚站欸。对啊，他是看到你会画画这样子，然后靠墙这样可能我那个老师比较体谅我吧。没有，所以他是从小就发现你有画画天分欸。是这样吗？可能吧，因为我小时候就很皮，我们学校是天主教的学校，然后他会每个礼拜都发一种英文的天主教报纸，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跟全校的同学收集那个报纸，上面就有各种宗教名画的图案，我就把它剪下来，然后贴到每个学校都是。对，就有些老师很生气，但他们也觉得不是什么坏事，因为他们看出我对这方面有兴趣，所以就用这个方式鼓励我学习这样。你是依花样年华下去做嘛？然后你是特别挑服饰嘛？是因为这一部电影有特别的服饰吗？还是你是从那些电影的时候发现这部里面有服饰，这个可以更深入的探讨？它的服饰不是简单的穿上去，可能除了色彩心理学什么那个符号学的几何图案以外，它也可能在同一个场景里面，譬如张曼玉跟梁朝伟走那个楼梯去买那个馄饨面，对，又或者在那个餐厅里面的时候，你可能以为那个餐厅还没变过就是同一天，但你比较细心的发现，他们其实衣服已经换了很多套，就暗示他们那个出轨的故事已经过了好多天。对。那就是你这次指导老师小啊，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说一下？就很感谢小欧老师啊，因为我就很小主动找他聊我的论文，我都忘记这件事，我只会自己在写。你忘记这件事？对，然后都是小欧老师提醒我要找他讨论的论文，然后我找到小欧老师的时候，他对我的态度也是很自由。他不会说怎么样写不行，怎么样写不行。还有我也有应该算是另外一位指导老师，就是小齐。因为我写文章的部分，我第一次写论文，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那个你要顺序的表达你的思绪，然后我就写得很混乱，也是小齐老师帮我整理这样。那就像志伟讲的，你要从一张白纸，然后你要写3万个字，这对你来讲是很困难的吗？
我一开始选择写论文的时候，老师有讲过30000个字是最基本的，基本的对。我就觉得30000个字其实很简单，因为平时在香港考试做写作的时候也要5000个字，我就说30000个字不算什么。但我真正了解写论文的时候，就是每一个字老师都会帮你删掉，你写的不好就删掉，然后要够精准。对，要很精准的描写，然后你的参考资料来源，我也到现在还是不太知道要怎么引用，就是要根据老师说的 APA 格式，就是台湾政府的格式去写，这样就很困难。那我就是有个问题很想问，因为既然《花样年华》被就是拿出来去做讨论，或是去研究那么部分，就是我知道论文就是你不能跟别人一样嘛，就是你要提出一个新的论点。那你在就是前面很多人学章节，可是或是前辈就是引出就是研究很多项目里面，你觉得你要怎么去做个脱颖而出的那个特点？大概大一的时候还是大二的时候，小齐老师有在读书会提过的书，就是好像有提过吧？你说电影导演的理论那本书吗？对，导演跟导演理论，还有对其他参考书，就是我的参考书《流行体系》这样。嗯，流行体系其实是很久年前的一本书，是罗兰巴特写的。那一本书就写那一个年代他们如何用那个时装杂志令时装变成流行的故事。我就在想，如果他可以用他的理论分析怎么用杂志让东西变成流行，那一套理论套在电影上也可以吗？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研究这个电影的流行文化。这样，为什么这部电影它可以到现在还可以这么流行？应该说当时很流行嘛，那它永流传到现在，而且甚至我记得好像2020年吧，它又4K 修复了嘛，然后又可以让很多人又进去电影院看。那你觉得？依现在的流行文化跟以你看来，就是为什么它可以这样流传到现在？对你来说，怎么样的东西可以让它永流传？我觉得是年代不同的问题，因为在那个年代，花样年华就那个摄影师杜可风就用了那个扮演式的摄影技巧，然后现在很多人也模仿那个摄影技巧，还有王家卫的很特别的叙事方法，也到现在很多人想学，但也很难学到，因为就是他强烈的个人风格这样。然后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个年代一样，有一个比较权威的人给你什么东西看，你就会觉得他很厉害、很流行。现在这个年代就变成每个人都是可以是创作者。你觉得啊，就是你在写的过程中，你有遇到什么你觉得很困难的东西吗？瓶颈之类的。对，瓶颈。自律吧，自律，因为就很难每天固定时间写，都会有同学找你打游戏、或者出去玩这样。吃饭来打这样。因为也没有人一直盯着你这样。对，还有就是写论文最困难的一个地方就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他们只能给你打个气这样。建议或是因为你的字还是得你靠你自己写啊。对啊，你的内容只有你知道，就每一个字都自己慢慢生出来。对，要生最低要3万个字嘛。对。我们就聊一聊学校生活好了啦，因为毕竟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要毕业了嘛，对不对？那我觉得最好奇的就是，你身为香港人嘛，对不对？那你怎么会选择来台湾读，而且还读影视系？选择来台湾读，就是那个时候想离开香港一下，为什么？出去玩一下就离开。你就出去浪一下。对，所以你来台湾原本是要来玩，不是来读书哦。对啊，抓到这样。是想交个台湾女朋友啦。那个时候没有回归正题，回归正题，又偏题。那我选电影这个科系的时候，就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就还是很皮，晚上就不想回家，然后跟家人关系也可能不太好，那我就很喜欢去电影院，因为去电影院观看电影就有那个让你强迫要观看的感觉，还有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投入到那个世界里，就现实世界的东西我可以暂时不管，我在外面那个世界，电影里面的世界就好，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开始对电影很感兴趣。这样，
要毕业了，这4年来，你觉得在一所大学电影电视学系，学校给了你什么，然后让你可以成长茁壮啊之类的，或者是你觉得像你写论文，你就说是要统整你4年来所学嘛？对，从大一的时候开始，就在读书会方面，就老师教导我们要怎么摘下那个书的笔记。对，这是大概我学到最多的东西。所以是从那时候开始，你就觉得，其实我对论文比较有兴趣，这样吗？哦，对，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迟了入境，然后我就也迟了进小齐老师的读书会，但进去以后，我还是觉得那个读书会学到的东西确实是很多，但也太难了，所以我就想在4年最后就挑战一下自己，之前学到的东西有没有忘记。好了，我觉得其实今天也谢谢永强跟我们聊这么多，我觉得那麻烦你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影展好不好？对，好，大家好，这边是第10场离站，5月26号在那个官方网站有那个舆论的发表会，然后在那个5月20到24号在一所大学的宗教大楼有我们的静态展览，然后在5月20到23号会有那个官方指定网站的直播，还有到我们的实体影展就在这个高雄内惟艺术中心，在5月24号，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影展。好，那我们就谢謝張永強咯，耶！好，我覺得你是香港人，我們講一下粵語的好不好？大家好，我哋係第10場離站，歡迎大家嚟參與我哋嘅畢業影展。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此結束，我們下期再見，拜拜。